那每一次我看到赚的特别多的行业的时候，其实我的心里面都会偷偷的羡慕一下。他们一年的年营收大概是60-70万澳币左右，很多医生啊，他们都会投。然后来少缴一点税。大家有没有非常的好奇，到底是什么工作可以赚的比医生还要多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贝拉。你们都知道，因为我工作的关系，所以我常常可以看到各行各业的薪资嘛。那每一次我看到赚的特别多的行业的时候，其实我的心里面都会偷偷的羡慕一下。其实并不是说我不喜欢我的工作，而是我更崇尚 FIRE 提早退休。再加上呢，我看这一支影片，它其实表现还蛮好的，所以我就想说呢，不如今天就来分享一下，如果你要来澳洲工作的话，一个一般人一个月可以赚多少钱？还有那些让我偷偷羡慕的行业到底是哪一些吧？那在今天的影片开始之前哦，我想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就我明年其实想要找一个副业来做，那你们觉得就是身为我的观众，如果我去做房地产中介，你们会比较想要跟我买房子呢，还是说我去做贷款中介，你们会比较想要跟我贷款呢？那麻烦让我知道好吗？谢啦。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，澳洲每一个小时最低的税前薪资是21.38澳币。所以说我们这样算好了，如果你一个礼拜工作38个小时，那一个月就是3249澳币，相当于67579台币。那这个数字其实老实说，以前在台湾的话，我会觉得哦，听起来好像还蛮高的耶。那以现在来说的话，我会觉得在澳洲其实生活还是不太够用的。因为毕竟澳洲税扣的很重啊，生活成本也是比较高，所以与其都要工作，那不如就做薪水高的行业吧。Of course, 100%. 第5个，木工。木工的职业代码是33121。那如果想要靠木工移民的话，你就要完成 certificate， 所以 in carpentry， 对 carpentry。木工的年薪哦，根据 seek.com 的资料来看，虽然说只有6到8万，但是让我印象很深的是啊，我曾经遇过一个很年轻的客人哦，他大概才20几岁吧，他每年的营业额都是30-40万澳币左右。而且啊，我觉得澳洲小孩他们很有趣的是，他们自己知道自己赚很多，所以就会一直追问说，我要缴多少税？我应该要存多少钱来缴税啊？第4个，电工。电工的职业代码呢是34111，但其实我去 Invitation Round 看的时候啊，都没有看到电工被邀请所以想要靠电工移民的人，其实也可以走190州担保，或者我看网络上说，国际学生也可以走 Job Ready Program 哦。电工一年哦，在澳洲的薪水大概是7万5到9万5澳币左右。我自己推崇电工的原因呢，是因为其实建筑产业相关的行业啊，在澳洲现在都非常的紧缺，而且我觉得未来的几年其实也是非常看好的。再加上电工它主要卖的是知识，所以也没有什么存货成本的问题。但是啊，我常看到就是国外来的人，就是如果你在香港啊或者台湾是做水电工的，那你要切记在澳洲水工跟电工是分开要拿执照的哦。第3个，整脊师。一个普通的整脊师哦，在澳洲一年的薪水大概是8万到9万5澳币。我看了一下一般雇主他们在找人方面的要求，通常都是需要求职者他有接受过整脊或者骨科方面的高等教育，并且要持有 AHPRA 的证照。整脊师目前在189签证的获邀分数是90分。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怎么计算 EOI 分数的话，我会把那个影片连结放在上面，那你们就可以自己去看一下。以我看过的例子来说，一个整脊诊所啊，他们一年的年营收大概是60-70万澳币左右。然后因为他们是没有存货的问题嘛，所以利润也是非常可观的哦。第2个， GP。 医生应该不用我说了，全世界的医生收入应该都非常的可观吧。在前公司的时候啊，其实客户里面就有非常多的 GP。GP 目前在189的获邀分数其实也是90分，那每年呢大概是20-30万不等吧。通常我看到的 GP 呢，他们都是以公司啊或者信托的方式在诊所营业，就有一点像跟诊所租一个办公室的那种感觉。但是因为毕竟 GP 还是有点像 PSI Personal Service Income 嘛，所以其实很多医生啊，他们都会投资复扣税的房产，然后来少缴一点税。第1个，大家有没有非常的好奇，到底是什么工作可以赚的比医生还要多？
我先说好了，这个职业啊，你要做得非常非常的好，那你的收入就会非常的可观。我第一次发现 IT 赚很多很多钱的时候，是我在几年前接触了一对讲中文的夫妇，然后那个时候就可以看到他们的户头每个月都是几万块在入账的。而且其实大部分的 IT 工程师啊，他们一年大概也都是9万、10几万澳币跑不掉，就是还蛮平常的一个水准。但是啊，我最近发现一个真的好有钱，好有钱，他是一个写软体，然后是写澳洲很少，几乎没有人在写的一个软体。那他们真的是超级有钱的，我只能说啊，唉。可惜我没有工程的头脑，不然当初其实我也是很想念 IT 的啊。所以说，不知道正在看这支影片的你，是不是刚好就是其中一个行业呢？跟我分享一下你的心得吧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要订阅我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